如果要离职，401k 的钱怎么办？可以无罚款、无税金全部取出来吗？401k 的资金可以用来贷款买房吗？大家好，我是生活在美国的舒珊。我的频道呢，主要和大家交流和分享美国生活经验，包含理财、移民、保险等的内容，当然也少不了游山玩水了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的视频，订阅、点赞、转发。上一期我们讲了401k 的基本概念和401k 的3个类别各自优缺点。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来讨论一下2个问题：如果离职了，401k 的钱怎么办？是否可以无罚款、无税金全部取出来？401k 的资金可以用来贷款买房吗？首先，法律上并没有限制可以同时拥有多少个401k 账户，但是员工只能往你当前在职的公司的401k 账户里面投放资金。如果换工作了，前东家的401k 账户里的钱怎么办呢？一般有4个处理方法。第一，前公司账户留着不动，直到退休再领取。第二，到新的公司再开一个账户，把原公司账户里的钱 roll over， 也就是转过来。第三，如果你新的公司没有401k 计划，那就可以开一个个人退休账户 IRA， 然后把401k 账户里的钱转到 IRA 账户中。什么是 IRA？ 我会再做一个视频分享给大家。第四，把401k 里的钱全部取出来。当然，如果你还没有到59岁半，那么取出来的资金将会计入你当年的年收入，你需要缴纳税金，并且还需要交10%的罚款。第4种方法是最不推荐的方法了。如果交10%的罚款和当年的税金，那就失去了401k 账户的优势了。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401k 最重要的一部分，就是 resting period， 等待时间。什么是 resting？ 咱们前一个视频讲过， 401k 计划是员工从自己的工资当中取一部分钱放入 401k 账户中，公司也相应的做一些匹配资金，对吧？那你离职的时候，你的 contribution 你全部都可以带走，但是公司匹配的这部分就不一定了，就要看雇主采用了什么样的 match 模式。通常有2种模式。第一种是 safe harbor match， 也就是100% vested的，公司匹配的部分进入账户，同时就是员工的，当然也就是无论你什么时候离职，你都可以100%拿走。另一种就是 regular match contribution， 公司 match 的部分是有期限的，这个过程叫做 vest。公司会设定一个 vesting schedule， 它分为 graded vesting schedule 和 cliff vesting schedule 2种。graded vesting schedule 是按照你工作的年限设定你可以带走的比例。举个例子说，你在公司里工作了1年，公司的 match 1分都拿不走。如果工作满2年，你可以带走 20%， 或者工作满3年可以带走 40%， 工作满6年你才可以100%带走。Cliff vesting schedule 就是断崖式，需要员工干满规定的年限才可以拿走 match， 否则1分都拿不走。如果公司设定的年限是3年，那么你工作了1年后离职，或者是2年后离职，公司 match 的部分1分都拿不走。工作满3年才可以拿走100%的 match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，就是 401k 可以贷款买房吗？我的前一期视频里讲过， 401k 计划有一些取款不需要交10%的罚款的特殊情况，叫做 hardship withdrawal， 困难时刻支取，其中就包括 first time home buyer， 第一套自住房的购买。但是你把钱取出来之后，这个钱必须在这个税收年度缴纳对应的税金，也就是10%的罚款免了，但是税金还是要交的。另外一种就是贷款方式的 loan 了，也就是自己向自己 401k 计划进行贷款，但是 401k 账户借钱的数额是有上限的，你不可能把账户里的钱全部都借完。国税局规定可以向 401k 账户贷款的金额是5万，或者是 401k 账户存款的1半，两者中取更小的金额。如果你账户里有15万，你最多能借5万。
假如你账户里有8万，你能借4万，不能借5万。和一般贷款一样，401k 贷款也需要缴纳利息，这个利率就是合理利率 （reasonable interest rate）。该利率比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同类贷款利率相比可能低一些，而且你支付的利息又回到你自己的账户中，而不是付给银行或者是贷款公司，归根结底都是你自己的。这种情况是不会带来10%的罚款，也不需要再另行交税。你只需要按照管理者的要求偿还贷款。假如你没有按照要求偿还贷款，你借的钱就要缴纳收入税。若是你的年龄在59岁半以下，你还要付联邦罚款10%。这里我还要提醒大家，如果你使用了401k loan，也会有2个问题。第一是你必须在5年内把贷款的金额全部都要还清，不然的话就视为你提前支取401k 账户里的钱，你需要支付10%的罚款和当年的税金。还有就是如果你在贷款期间离职或者是被公司辞退，那么你需要在60天内把贷款没有还清的所有的款项都归还给公司。如果60天内没有归还上，那么未归还的这部分就会视为你提前从401k 账户里支取金额，然后就会产生10%的罚款和缴纳当年的税。所以贷款之前，大家一定要做好5年的规划，再决定要不要贷款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有关于401k 计划的更多见解，欢迎您在留言区留言告诉我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您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我会做更多更好的内容来答谢你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